在外界目光都转移到中东地区的时候，俄乌战场终于有了变化。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在当地时间15日的时候宣布，部署在赫尔松的乌军已经成功渡过了第聂伯河，并在俄军控制的赫尔松地区建立了立足点。同时，乌克兰军方也放出消息，在第聂伯河东部数公里的战线上，乌军已经多次击退俄军进攻，这可是乌军首次在赫尔松南部取得突破。与此同时，前线乌军已经开始信息静默，以便在晚些时候报道更大的战果。难道想一路击穿俄军防线？自从10月7日中东爆发激烈冲突之后，俄乌战场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俄军反守为攻，集结10几万兵力，并出动上千辆装甲车辆，对顿巴斯南部的阿夫迪夫卡发动了猛烈进攻，同时还向卢甘斯克州的库皮扬斯克、莱曼以及顿涅茨克州的巴赫穆特、马林卡等方向进行了牵制性进攻。泽连斯基表示，阿夫迪夫卡与早期的巴赫穆特有些相似，因为俄军正在采取瓦格纳的战术来进攻这座战略重镇。显然，当时的俄罗斯将阿夫迪夫卡作为了突破点。但让普京没想到的是，小小的阿夫迪夫卡能让俄军损失惨重，损失了数千兵力和数百辆装甲车辆。根据俄乌双方发布的战报，可以明显看出来，俄军在阿夫迪夫卡的战术就是在借鉴瓦格纳在巴赫穆特的作战行动，采用猛烈炮火打击与持续地面部队突进。但在许多战术细节方面，俄军似乎只学到了一些皮毛而已。当初瓦格纳进攻巴赫穆特的时候，采用了敢死队的突进模式，以单兵小组实施渗透式死亡冲锋，化整为零的进攻比纵队进攻更为分散，存活率也更高。瓦格纳的指挥官则是在部队大后方利用无人机监控整个战场态势，通过对讲机对这些小编队进行指挥，在发现乌军阵地和火力点之后，立即引导后方炮兵将其摧毁。相比之下，阿夫迪夫卡的俄军也在使用这个战术，但似乎并没有学到精髓，在损失大量兵力与装备之后，并没有取得战果。许多战场画面显示，俄军在炮击和轰炸之后，就会利用各种载具将步兵送上战场，比如坦克和步兵战车。这些装甲车辆在一轮火力输出之后，就会迅速离开战场，不再为步兵提供任何直接的火力支援，更别说将步兵带离战场了。这些步兵只能肉身扛子弹了，伤亡肯定层层往上涨。另外，俄军电子战系统被大量击毁，而乌军却可以凭借在战场活跃的大量无人机对俄军步兵单位进行实时监控，引导炮兵部队打击这些脆弱的俄军目标。显然，重型装备的损失已经让俄罗斯感到肉疼了，只能出动这些步兵单位。目前，俄罗斯正在通过不断征召对俄兵力进行快速补充。没办法，兵力好补充，但重型装备可不太容易补充。目前来说，阿夫迪夫卡的局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在这种僵局下，乌克兰改变了战略，更换了主攻方向，转移到第聂伯河赫尔松段。从10月下旬开始，乌军就开始在第聂伯河集结大量兵力，3支海军陆战队都部署在了第聂伯河。到目前为止，乌军至少已经在此集结了7万兵力。毕竟夺回整个赫尔松地区，也是乌军这次大反攻的主要目标之一。在去年10月份乌军反攻之后，俄军就放弃了第聂伯河西岸的赫尔松市，将兵力撤退到河道东岸，并在俄军占领区内构筑了防御工事。从那个时候开始，这条河就将俄乌分割开了。不过，乌军渡河行动一直在持续进攻，直到今年10月中旬，乌军在东岸的行动规模越来越大，正在试图让大部队渡过第聂伯河。显然，中东局势吸引了外界的目光，乌军想要借助渡河行动，重新将外界注意力拉回来。更重要的是，只要乌军可以完成渡河行动，就能对克里米亚造成真正的威胁。从最初战场情况来看，俄罗斯并没有想到乌军能够强行渡河，并且还能在东岸取得突破。但如今想来，乌军渡河行动似乎并不是为了分散俄军注意力，而是为了更大的战略目标，例如在特定方向发动进攻。之前泽连斯基曾表示，如果乌军能在年底之前进攻到克里米亚的行政边界，就可以考虑与俄罗斯进行谈判。所以火力军认为，乌军可能是想从梅利托波尔向托克马克推进。只要乌军能顺利拿下托克马克，整个苏罗维金防线基本已经被瓦解。俄军到亚速海的所有目标，包括克里米亚大桥，都将置于海马斯的射程之内。同时，乌军解放梅利托波尔的计划也将着手实施。
届时，乌军不仅能将整个战线一切为二，从而切断俄罗斯的在克里米亚驻军的陆上供应线，还能进军克里米亚半岛，距离反攻成功也将越来越近。不过，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乌军还要尽可能地减少沿线的俄军。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对其他战场的进攻，迫使俄军调兵增援。有消息称，乌军在第聂伯河的行动已经迫使俄军从其他战场调集兵力，就连阿夫迪夫卡方向也有少量俄军前来支援。不过，乌军想要大部队进行渡河也不是一件简单事。在战时，第聂伯河就是一道天然屏障，任何一方想要渡河都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敌军无人机与火炮都在盯着第聂伯河河面，但乌克兰做到了，成功跨越了第聂伯河，并且还在俄战区建立了立足点，目前正在沿着河岸展开反击。只要乌军能够稳住阵脚，剩下的兵力就能源源不断地来到东岸，使得俄军处境愈加被动。总之，目前第聂伯河东岸正在经历一场激战。对于乌军来说，这次跨越第聂伯河交战是一场非常成功的行动，因为其他战线的乌军正在面临着巨大压力，尤其是阿夫迪夫卡方向。如果这次能在东岸取得突破，建立一个稳定的据点，势必将吸引其他防线的俄军前来支援，有效减轻压力。乌克兰之所以这么着急，还是因为现在正在面临两个难题。从中东冲突爆发之后，外界的注意力就放在了加沙地带，而俄军也正在发动冬季攻势，从多个方向对乌克兰进行反推。这次第聂伯河行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因为泽连斯基想要利用这次行动改变目前的战场态势，并让北约国家重新关注乌克兰战场。实际上，俄乌战场很长，从哈尔科夫可以一直延伸到第聂伯河，战线长达上千公里。即便捷报再多，乌军也不可能在所有方向上都能保持主动进攻的态势。早在6月份，乌军反攻初期，俄军就有反推的迹象。反攻开始之后，乌军主要进攻方向基本放在了扎波罗热地区，因为只要打穿这里的防线，并拿下托克马克与梅利托波尔，就可以一路打到亚速海，将俄军整个控制区一分为二。如此一来，乌军反攻将获得非常大的成功。俄军当然也清楚，所以在沿着扎波罗热防线进行防守以外，还在哈尔科夫方向开了新战线，借助在这里的反推，吸引乌军部分主力支援，从而减轻扎波罗热方向的压力。另外，巴以冲突的爆发也给了俄军一个机会，趁着北约将注意力放在加沙地带的时候，俄军在顿涅茨克方向展开了新攻势，目标就是阿夫迪夫卡。这座人口只有10余万的小城，因为毗邻顿涅茨克市，成为战略要地。只要占领阿夫迪夫卡，乌军手里的榴弹炮就可以随时轰击顿涅茨克市，所以阿夫迪夫卡才会成为俄军眼中钉、肉中刺。不将其拔掉，俄军将永远无法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市。于是，俄罗斯抓住了机会，集结了10万兵力，果断发起了阿夫迪夫卡战役。而当时驻守在此的乌克兰守军兵力只有2.5万人，算上增援来的兵力，也只有3万余人而已。但由于阿夫迪夫卡的防线太过坚固，直到今天，俄军都没有完全占领。仅仅不到1个月的时间，俄军就损失了数百辆坦克，士兵伤亡人数超过1万人。目前，俄军正在准备最后一搏，试图打造一个包围圈，一举拿下阿夫迪夫卡。所以，这里的乌军压力是非常大的。另外，就是乌克兰自己面临非常大的困境，不仅缺人，还缺大量武器。这里所说的缺人，是缺少有战斗经验的士兵。再过3个月，这场入侵战争就整整2年了。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战斗，乌军早就经历了严重减员。从去年4月份开始，俄乌冲突就出现了一战化的趋势，乌东战场完全变成了阵地战与炮战。这种战争模式是非常残酷的，大量士兵在残酷的阵地战中失去生命。不只是乌克兰，俄罗斯同样遭遇了严重减员，否则也不会多次进行全国总动员了。有战斗经验的老兵被消耗，换上来的都是些新兵。新兵想要快速成长，只能通过残酷的战场洗礼。与那些有经验的老兵相比，表现出的战力自然会大打折扣。除了人员短缺以外，武器短缺也是一个大问题。在苏联时代，乌克兰是非常重要的军工业基地，很多武器研发中心与兵工厂都在乌克兰境内。但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乌克兰境内的军工业遭受了严重打击。如果不是北约大量援助，可能都撑不到现在。虽然泽连斯基正在振兴国内军工业，但短时间内无法满足前线消耗。而北约国家的产能同样也满足不了，能拿出来的都已经拿出来了，现在只能等军火商生产更多的弹药，才能向乌克兰提供。欧洲国家产能有限很正常，战争对弹药的消耗是非常大的。自从2战结束之后，欧洲这些国家已经几10年没有经历战争了，
即便是在冷战时期，也只是军事对峙而已。在苏联解体之后，欧洲失去了安全困扰，虽然仍在军工业上大量投入，但在生产方面并没有强烈的动力。美国虽然与欧洲不同，因为承担的角色不同，再加上是全球最大的军火卖家，所以美国的军工产能并没有完全触底，但依旧无法满足乌军在战场的消耗。另外，在巴以冲突爆发之后，美国还要为以色列提供援助，所以现在的乌克兰缺人又缺武器弹药，只能寄希望于尽快在战场上取得大突破。除此以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你们觉得呢？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